是富米。哇，好期待！我们今天来到了仙台，这是我们频道第一次来仙台哎。没错，我们第一次跨到东北地区了，终于有这一天了。我超爱东北的。我们今天是为了什么原因来的呢？跟你们说，我们其实是被社长的 FB po 文烧到，因为社长啊，他在9月的时候有 po 一篇仙台的地底之森博物馆，然后那篇贴文超级爆，2万个赞，在网友的热烈支持下，我们就决定要实际来踩点，看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厉害。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带大家一起去，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一起到现场去看看到底有多震撼。地底之森博物馆。另外呢，我们来到仙台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吃牛舌吧。哦，对耶，上次吃那个铁路便当。没错，我们上次吃了铁路便当之后，心心念念的就是想要来吃道地的仙台牛舌。那在 JR 仙台站呢的3楼就有一个牛舌街，好吃的店家应该都聚集在那边。这一次除了来到仙台以外呢，我们还会再沿路玩到福岛，然后这次也要去看只见线的红叶，希望天气好一点。真的，拜托！来仙台又可以看红叶，又吃牛舌，又可以去地底之森博物馆。哦，肚子饿了哦，学姐，我们可不可以先去吃牛舌？当然啊，饿。我们现在就赶快去吃吧 ，Go Go！ 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我们要吃的这一家大排队，太夯了，大排长龙，怎么办？要放弃吗？太饿了，快受不了了，我马上要来吃。这个厚度太爽了吧！我点的这个呢，就是5枚厚切版本的，虽然很厚，但是让你非常好入口。那吃起来口感也非常的弹，而且我们刚刚在外面排队的时候，就一直看那个师傅在那边搓，而且再加上啊，牛舌这种是属于就是卡路里低，然后油脂也低的，吃起来不会胖，看来是可以吃很多没问题。谢谢社长。人间美味。好脆哦，不愧是仙台这边正版的仙台牛舌。他们家的这个套餐啊，定时大约是2000到3000之间，我觉得还算 OK。因为它的定时除了有牛舌以外，还有附沙拉跟1碗汤给你，然后这个汤上面也是诚意满满，有满满的这个白葱，然后里面还有牛尾，好吃，好下饭哦。它那个腌制腌的正好哎。好的，我们吃完非常好吃的牛舌了，明宇有没有吃饱呢？分量其实蛮大的。真的，那我们就赶快开始我们的仙台的旅游吧，跟大家介绍一下在仙台的交通方式。那如果呢，大家来到仙台，主要是在仙台市内的一些知名景点，就非常推荐购买这边的一个观光巴士，叫做 Loop 是吧 ？Loop 这个巴士呢非常厉害，因为它是在市内做一个循环，各大景点都会经过，比如说像仙台城啊，或者是我们待会要去的那个定禅寺公园、定禅寺通那附近也会到。那如果要购买 Loop 的这个1日票券的话，它的价格是620。那如果呢你要去更远的地方，需要搭乘到地下铁的话呢，就要购买 Loop 加上地下铁的1日票券，总共就变成是930元。那我们现在就要去买 Loop 加上地下铁的1日票券 ，Go！这楼梯好长，真的。好像很开心哎，不是左边吗？像那个有2个妹妹的地方，再讲一次。就是在那个有站务人员的那个柜台。请帮我按下录影键。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那个南北线的票闸口前面。那我们已经买好这个1日券了。进站的方式呢，就是拿这个给站务人员看，这样子非常有人情味，我非常喜欢。我们现在就要进站，搭乘地下铁，然后去到我们第1站喽 ，Go！ 刚刚顺利确认过眼神，然后我们就进来了，成功！
在终于来到最期待的、最主要的景点——地底之森。没错，我们刚刚已经买好票了。这边的门票呢，大人的话是460块，因为我们刚刚有买这个仙台市的噜噗噜地下铁一日券，所以出示这个一日券的话呢，还会有额外的优惠，可以折100，太划算了吧，非常的划算，推荐大家可以买这样子的组合。那我们就出发吧。要进入地底了。地底哦，你不喜欢地底哦？我比较不喜欢地底，你喜欢地底是不是？我就是。你要去地底不错啊，地底又就是冬暖夏凉。地底冬暖夏凉。对啊。哦，好。觉得听起来有哪里怪怪的，但是好像又没有接受。对，哪里怪怪的，但是对啊，但好像又不知道，小心楼梯哦。好，又不知道哪里怪怪的。对，真的是要走进地底的感觉。而且还有放一个很宁静的音乐，有一个钟声。钟声是钟声。Oh my god！还有回音哎。然后它的旁边就有一个那个置物柜，很贴心，所以你带行李来的话就放这边。而且它100块就是会再还你。真的很厉害耶！我们刚刚看完地底之森博物馆了，真的很震撼。对，它的规模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大，就2层楼。然后第1层楼呢，就是那个地下的空间，可以让你看到超级巨大2万年前的树根，他们用防腐的技术保存得很好。然后2楼的话，就有展示一些石器时代演变的由来。那我觉得如果对这种历史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认真的逛一下2楼。但最主要还是那个地下的那个空间，那真的是现场看超壮观。然后每个小时它还会有固定的时间会播放投影片，负责时代的人们是怎么样在那边生活的，我觉得那也蛮有趣。每10分钟就会轮一次。我们刚刚在里面看了大概3次以上，太震撼了。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灯光做得很好对，就是不会让你觉得突然变很暗，然后眼睛不舒服，就会慢慢的这样暗下来，然后让你感受到那种很静谧的森林里面的氛围。对，然后再加上那个音乐跟背景音，我就觉得哇，很有那个沉浸感。值回票价，而且它入场门票超级便宜，真的很划算。而且我觉得这边的地理位置也还算方便，因为它离地铁站啊大概走路3分钟，而且其实离仙台市区也蛮近的，离仙台车站也很近。推荐大家有来仙台吃牛舌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景点纳入你的口袋清单。我们刚刚离开了地底之森，现在来到地上之森了。那我们刚刚就是搭乘地下铁来到勾当台公园这一站。那这边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条很漂亮的森林大道。这一条呢叫做定禅四通。其实仙台这边呢，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有一个很好听的别名，就是森林之都。所以我觉得这一条定禅四通呢，大家可以看到2排都是高高的树木，也非常符合这个森林之都的美名。然后这边呢，听说到了秋天的时期，后面的树叶全部都会变成一片黄色，所以会非常非常的漂亮。加上这边会有一些石像雕塑的作品，所以在这边散步应该是可以感受到那种下午悠闲的气氛，然后又很有艺文的氛围。可是呢，今天已经11月6号了，大家可以看我背后还是一片绿色，我真的是 so sad。我觉得这2年的气候真的很异常，所以不管是要看枫叶或是看樱花，其实都跟预测的日期不太一样，大家真的要碰运气。而且另外我想要补充，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天色已经很暗了，但其实现在时间呢才下午4点多而已，不到4点半，刚刚就已经几乎全暗了，非常的可惜。那比我们预想中还要早天黑，所以呢，仙台还有几个很著名的景点，我们就明天一早再去帮大家介绍。现在我们就先来这边好好的散步一下，然后感受这个傍晚的氛围，然后等等还要带大家去一家我的口袋名单的吃茶店。有看到吗？因为秋天是日本的烤番薯的季节，所以时不时就会在街上看到这种卖烤番薯的这种车，然后他们会一直唱 Yakimo 的这个歌。天哪，他开走了，不然我要
去跟他买耶！我超喜欢听到那个音乐的，就会有那种修啾雷那种，很复古传统的摊位那种感觉。哎呦！我们现在来到我刚刚心心念念超级想来的咖啡店了，在定禅寺通的小巷弄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地方，就是现在这一家吃茶店久远。那这一间吃茶店呢，听说是由台日夫妻共同经营的，而且一进来就发现他们店主人的品味真的是超级好，因为我觉得店内的选物就可以看到他用这种木材啊，然后黄黄暖色调的灯光，再配上一些干燥的花，那是我超爱的居家风格。然后这一家呢，他们有贩卖一些洋食，还有一些轻食或是蛋糕等等的甜点，也有在卖咖啡豆，所以我觉得非常期待他们的咖啡表现。那我刚点的呢是他们的栗子起司蛋糕，因为现在刚好秋天嘛，也是日本栗子的季节，所以呢就来吃吃看他们这个季节限定的栗子蛋糕，来吃吃看。大家会有那个就是吃蛋糕一定要吃前面那个尖尖的这个癖好吗？真的哦。啊，我没有那我把这一口留给你。我吃后面。它是很湿润的，然后最下面那一层饼皮是，就是一戳下去脆脆的那种，我最爱这种。好好。你一咬下去会先吃到它那个外面酥酥脆脆的饼干香，然后吃到栗子味，然后最后再带一点起司的味道。很有层次。我跟你们说，大家不要再说我每次都只介绍日本的咖啡厅跟甜点了，因为日本的咖啡厅跟甜点真的很好吃啊。那当然有机会也会帮大家多介绍日本的在地美食啊，像今天也介绍了牛舌，但是拜托，请让我假公济私喝一下咖啡。いただきます。好喝，超级好喝。它应该是生培的豆子，喝起来那个很馥郁的那个香味跟它的奶香融合在一起，超级赞。而且他们家的价格非常的平实，大概就在500-600之间，请大家大方的走进来吧。晚上我们回到仙台站这边啊，这里其实也就是仙台的市中心。那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的看夜景景点，就是我现在在的这边，这边是AERU这一栋百货商场的31楼，它这个观景台是完全免费的，开放给大家入场。但是大家要记得要从百货公司的电梯换成另外一边办公室的电梯，然后来到31楼才能到哦。在这个31楼的展望台可以看到仙台市区大半部的夜景，然后最厉害的是它往下看其实就是新干线的铁轨轨道，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拍电车的，那你也可以选白天的时间来，那应该也可以拍到不错的电车风景。那这个展望台的开放时间呢是到晚上的8点，但是呢它楼下的商场包括3楼的 Uniqlo 是到晚上9点，所以呢仙台这边我觉得晚上也还算是有地方去，就不会让大家觉得早早就要回饭店。仙台车站附近也有很多栋百货公司，像是 Esparu 本人跟 Esparu 2这2栋呢里面也都有很多美食跟日系的品牌。那再走一段呢也可以到 Paruko， 那里面也是有像 Vigo 啊等等的日系服饰可以逛。另外就是这边也有很大间的Yodobashi，所以如果你想要买电器的话，也可以来仙台这边。我觉得仙台应该真的算是东北地区就是最好逛的市区之一，所以大家不要怕来东北没地方逛街。刚看完31楼展望台的夜景，现在呢还有一点时间，决定要下来旁边的 Paruko 逛一下。我发现这一栋 Paruko 真的很有逛的价值，因为你看它的7楼、8楼分别有钢弹的商店，还有 Jump Shop 跟宝可梦商店，超级值得逛。然后它的9楼呢也有各式各样的餐厅，更厉害的是它的餐厅营业到晚上11点，所以建议大家先买一波再去吃饭。那我就先来去逛起来，不好意思，因为版权的关系，所以没办法详细的拍给大家看。那我们就今天先拜拜，明天继续玩仙台，晚安。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大家早安。早安。第2天了，然后我们今天一样是从仙台站出发。那我们刚刚已经先去买好了，我们今天要搭的这个1日券，一样是卢普尔，这是
知道为什么要翻叫卢普尔今天只会搭巴士，所以我们今天是买巴士专用的一日券，630元。没错。然后现在要来这边等公车，等等准备去今天的第一个景点仙台城基。那我们就出发吧 ，Go！ 卢普尔。好，我们现在到了今天的第一站仙台城基，一路搭着那个路普尔卢普鲁的巴士，然后来到了仙台城基。哇，这个地方视野很好哎。富米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仙台城这边的历史吗？首先，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后面这一位帅气的这位大哥，就是伊达正宗哥。伊达正宗呢，有玩那个日本的那种手游啊，或者是电玩的，一定都很熟悉吧？当时帮助了德川家康打赢了关原之战之后呢，就被受封为仙台的初代藩主。然后呢，他就挑在这一个很棒的地理位置，然后盖了这个仙台城。那这边为什么很棒呢？其实我们刚搭巴士上来的时候已经非常有感了，因为刚刚我们搭巴士真的是一路蜿蜒，经过一个山路才到达这边的。这个城其实它有非常多优点，它的西边是山林，东边呢就是广濑川，然后以及可以看到整个仙台市的市区，甚至到太平洋都看得到。南边的话呢就是龙之口溪谷，各种天然屏障加起来，还有高地优势，真的是非常赞的一个地点。敌人要从任何角度进攻都可以第一眼看到，而且除此之外夜景还很好。哇，这个伊达正宗很懂哦，太懂挑了，真的很厉害。仙台烘炉地。虽然现在大家想说，怎么没有看到城？原因是因为就是在过去，因为火灾以及战争的关系，大部分都已经被摧毁了，非常可惜。但是目前呢，还是有保留一些城基，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参观，然后也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当初的那个氛围。对，而且在这边真的是视野很辽阔，可以跟身后的这个正宗像一起感受那个天高多夺天下的那一种野性。我们刚刚呢看完了伊达正宗的仙台城，还有霸气的这一尊雕像。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吃据说也跟伊达正宗有关的这个仙台名物真大摸鸡毛豆麻薯。那为什么真大摸鸡是仙台这边的名物呢？据说是之前伊达正宗啊在战争中把毛豆用一把叫做正太刀的一个刀的刀柄磨碎，然后拿来做成摸鸡，就是日本的这种传统麻薯。因此，这个真大摸鸡就变成仙台这边的名物。因为有这样子的历史传闻，所以想要帮大家介绍一下，绝对不是因为我个人想吃。然后我们现在在的这一间呢，叫做喜酒水庵的这一间，也是东北这边很知名的一间和果子老店铺。他们家是以茶类的商品为起家的，但是在仙台车站这边呢，也加入了很多这种毛豆，然后做出了非常多相关的商品，所以我觉得也很值得吃吃看。因为这一间呢是大正时期就创业，到现在已经有100年历史的老铺，而且它的位置其实非常方便，就在 JR 车站里面，其实就是在我们昨天吃牛舌的那个牛舌通的最外面，从改闸口一出来就可以看到了。推荐大家在搭车回去之前呢，也可以来到这里买一下仙台的知名名产真大摸鸡，趁它还没有融化前吃吃看。吃吃看，好绿哦，很可爱哎。这个冰淇淋是可以选口味的，我刚刚是选成抹茶口味，因为想说他们家知名的商品是茶嘛，所以也吃吃看他们家的茶口味的双淇淋。然后开动喽，快吃吃看，绝对不是因为我个人想吃。哦，超好吃哎！真的假的？抹茶超好吃。那我来吃吃看毛豆。对啊，毛豆。风米，你有吃过毛豆类的甜点吗？像毛豆吗？真的是毛豆的味道哎，而且我觉得吃起来有一点咸咸的。他们把毛豆磨碎嘛，然后是真的吃得到那个豆香，而且口感上也真的是有那种豆的渣渣的感觉。里面是一般的那种白玉麻糬、白玉麻薯，然后外面加上那个毛豆泥。它的口感有一点点冲突，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蛮值得玩味的一种口感。我觉得是我人生至今没有吃过的口感，真的是好吃。滴到了，然后它的冰淇淋超级赞哎，很浓郁。太好了，是个完美的 ending。他们的 ending。好冷啊！突然变好冷哦。
好，我们的仙台之旅就到这边结束了。福米觉得仙台如何？我觉得真的是太享受了，来到仙台马上就吃到了好吃的牛舌，我现在走在路上都有闻到牛舌的味道。仙台真的蛮棒的，而且交通好方便哦。我们这2天都有买那个1日券嘛，对。然后昨天我们主要是搭地下铁，今天是搭巴士。我其实觉得2个体验都蛮好的，因为仙台这边的地下铁路线很简单，不用怕迷路，就是2条线而已。搭巴士的话，我觉得也很棒，因为可以看到整个仙台的市区的景色。仙台这边的路上真的是种满了树，所以我觉得不愧是有森林之都这一个别称的城市。真的，我自己很喜欢。好，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比如说像第一次来仙台旅游的话，想要好好玩室内的这些行程的话，非常推荐大家购买这个卢普尔的1日券。真的推荐，没有业配哦。那这一次其实我们有点贪心，接下来我们还想要冲去福岛，然后自驾看看有没有机会看到红叶。所以呢，这一次仙台之行比较短暂，我们只玩了大概2天1夜，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机会探索。但是希望我们可以在福岛看到漂亮的红叶。那大家记得看我们下一支影片哦。你喜欢买日本药妆或电器吗？那一定要用我们的优惠券，不管是松本清、Big Camera、藤井和德、多进屋，超多优惠券，让你免税又能再打折。现在就赶快到乐吃购日本下载吧！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好，那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还在进行你问我答的活动，大家记得想要询问我们哪些关于日本旅游的问题，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另外拍影片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哟。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拜拜。